星斗大森林对圣灵教的仇恨远超史莱克，他们是绝不会在此刻出现在史莱克城的。圣灵教？不对啊，如果是收于人之力的话，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出现吧？应该等我们和魂兽完全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出手，那才能够将利益最大化。而且前提还是他们要能战胜得了这强大的兽潮才行。圣灵教没那么笨才对，难道他们就不怕被兽潮直接攻击吗？星斗大森林的魂兽们对圣灵教的痛恨应该更胜我们才对，那些魂兽又怎么会？正在这时，魂兽大军终于发现了西北方向来的大批不速之客，紧接着他们的反应令悬浮在空中观看的史莱克学院强者们大大的松了口气。西城、北城外的魂兽大军后队很快分离出一批魂兽，朝着那批不速之客迎了过去。看那气势汹汹的样子，怎么都不像友军。空中，宋老突然高声厉喝道：“援军到了，大家顶住，胜利就在眼前！”他的声音极大，声浪滚滚，传遍史莱克城每一处角落。一边说着，他已经第一个冲了出去，再次化身轻影神鹰，飞向雄军。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先不说宋老本就是目前史莱克这边所有人之中最强大的，单是他在关键时刻临危不乱，借助不速之客激励史莱克战士，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此刻，史莱克战士们早已是伤疲之兵，黄金树只能恢复他们部分魂力和体力，却恢复不了他们疲惫的精神。还有什么能比援军抵达更提振士气的呢？援军意味着希望，活下去的希望啊！当黄金树的庇佑悄然溃散之时，短暂停息之后的大战再次爆发。凭借黄金树力量恢复了部分实力的魂师们，仿佛打了鸡血一般，一时间士气高昂，原本因为疲惫而失去的配合似乎都回来了。一时间压制的魂兽们竟然难以冲上城头，这就是士气带来的战斗力。援军两个字点燃了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远处分出的那一波魂兽已经与远处那些怪异的不速之客碰撞在了一起，双方果然是展开了战斗。虽然距离很远，还看不清楚，但能够看到的是，那一道道光芒闪烁，分明是魂兽们在释放魂技与其战斗。那一簇簇光芒似乎熄灭得很快，但却像是兽潮攻城一样，数量很多。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冲过去的那些魂兽竟然就被淹没了，而那些不速之客似乎也开始加速，朝着史莱克城的方向发起了冲锋。仙灵儿一边帮母亲抵挡援军，一边注意着远处这些不速之客的动静。援军？真的是援军？怎么可能？那些亡灵生物怎么可能是史莱克城的援军啊？可是他们却分明与魂兽大军站了起来，除了援军之外，又如何解释他们的存在呢？一声声愤怒的咆哮不断从魂兽大军中发出，这是上位魂兽下达的命令。魂兽大军没有再分兵，他们依旧骄傲地全力攻击着史莱克城。不速之客的亡灵大军距离战场越来越近了，已经快要接近到兽潮大军外围的边缘。幸好此时是黑夜，从城头往远处看，根本就看不清楚什么，只能看到那星星点点的光芒。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分辨不出援军是谁，从何而来。但是宋老的话令每个人都信服得很，这也是他们内心之中太渴望援军到来的原因。不速之客的攻势开始展开了，他们到来的位置很巧，开始交战的时候，正好是从西方和北方之间的位置杀入的。两边的魂兽分别听命于万妖王和赤王，遭遇到攻击，他们自然会还手，但因为是在全力攻城，彼此自然就没什么配合，居然被那一股外来的势力强行突入了许多。落在后面的魂兽实力又较弱，大多数都是10年、100年的存在。亡灵大军杀入之后，竟然大有几分势如破竹之势。此时没有人看到，就在史莱克城西北方20公里外，一共9扇漆黑的大门正在不断地向外喷吐着亡灵生物。这些亡灵生物有骷髅，有尸巫，有无头恐怖骑士，偶尔有憎恶这种体积庞大、战力惊人的存在，但却没有再高阶的魂兽了。而就在这9扇大门后方正中位置的空中，一只赤金色的巨大树眼闪烁着森幽的光芒。这只树眼的瞳孔完全是白色的，苍白如雪，瞳孔周围满是充满死寂的灰色，在外围才是那一道道有着太阳纹的赤金色。强烈的精神波动正是从这只树眼处散发而出的，伴随着低沉的咒语，这些赤金色光芒化为一道道光纹，与9扇大门相连，维持着他们的开启。武魂真身，修罗之瞳。是的，霍雨浩来了。他在史莱克城最需要援军的时候回来了。他是在傍晚之前赶到的，但是他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冲向史莱克城。在远处高空中，他清晰地看到史莱克城发生的一切。看着那如此恐怖的兽潮，霍雨浩没有冲动，也没有因为情绪的激动而立刻赶去支援，因为他很清楚，就算是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魂圣级别，
也算是远超普通魂圣级强者。可是他毕竟只有一个人，他能够对付那么多兽潮大军吗？他不能，哪怕是想要冲回到史莱克城内部与伙伴们会合，都将成为奢望，而且于事无补。从外围杀几只魂兽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史莱克城危急，必须要另想办法。于是他在仔细观察之后，开始了亡灵魔法的准备。尽管霍雨浩很清楚，施展亡灵魔法召唤亡灵生物到斗罗大陆来，在所有人眼中，他展现出的都会是邪魂师的能力，但是在这种时候，他又哪还顾得上自己的名誉？解史莱克之围比任何事都要重要的多。亡灵魔法开始了，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霍雨浩第一次施展出了死灵圣法神。亡灵天灾伊莱克斯留在他精神烙印中的最强亡灵魔法之一——亡灵天灾。尽管由于实力不足，他无法发挥出亡灵天灾的全部威力，只能召唤出那些实力较弱的亡灵生物。但在这种情况下，以他目前的实力，已经是能做到的极限了。那一道道黑色大门开启，与伊莱克斯留给他的半位面连通。当一只只亡灵生物出现在斗罗大陆上的时候，霍雨浩开始控制他们，命令他们。他没有让亡灵大军在第一时间出动，亡灵大军需要时间的积累，而且在天亮的情况下，一旦亡灵大军出现在战场上，他怕会引起史莱克方面的恐慌，所以他等到了夜晚，当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从远处根本不可能看清楚平原上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霍雨浩命令亡灵天灾召唤出的亡灵大军朝着史莱克城的方向而去。武魂真身修罗之瞳，他已经将自己的精神力输出到了极致，凭借着伊老留给他的亡灵半位面，他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召唤出如此之多的亡灵生物。尽管霍雨浩很明白，因为没有高阶亡灵生物的缘故，他的亡灵大军肯定不是兽潮的对手，但是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史莱克争取时间，也拖延和杀伤魂兽大军，唯有如此才能给史莱克创造一份生机，这要比他自己直接投入战场中所能做的事有意义的多。正如霍雨浩自己判断的那样，在他缜密的计算下，亡灵大军在最恰当的时机出现在了战场上。这份援军来得突然，但却来得正是时候啊！他极大地鼓舞了史莱克城的士气，而且在运气之下，正好还配合了黄金树的全体治疗，原本岌岌可危的形势顿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东城那边破开的城墙已经被擅长土系能力的魂师迅速修复了，战斗依旧处于白热化之中。霍雨浩选择从西北方进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发现南边的碧姬太擅长治疗。尽管他还不知道那是10大凶兽中排名第4的翡翠天鹅，但他显然不愿意面对那样的对手。他的亡灵生物是不怕死的，关键是要能够给兽潮大军带去杀伤。如果是碧姬那边，那么亡灵大军所能起到的作用就要小得多了。亡灵大军这支骑兵突入战场，其中大部分都是骷髅兵、僵尸这种低阶亡灵。可是就算是低阶，他们也是有攻击力的，2、3只加在一起就有不逊色于10年魂兽的战斗力。恐怖骑士、憎恶这些强大的亡灵生物，更是战斗中相当强悍的存在。而且别忘了，这些亡灵生物比魂兽更加悍不畏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恐惧，只是疯狂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局面已经渐渐朝着史莱克城有利的方向发展了。亡灵大军损耗得很快，但后续的亡灵生物却是源源不绝。此时，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冲入战场之中，向远处望去，后续的亡灵大军似乎无边无际，疯狂地朝着西北方冲来。赤王和万妖王也已经发现问题所在了，可此时他们却都要应对海神阁的宿老们。海神阁诸位宿老，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老而弥坚？尽管他们在空中已经看到那援军是什么了，但是在这种时候，无论这些不速之客是为何而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魂兽大军才是史莱克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全力以赴地缠住那些魂兽强者们，不让他们去指挥魂兽大军，更不会让他们参与到对抗亡灵生物的战斗中。嗡！修罗之瞳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终于还是从空中坠落，落在地面上，重新化为霍雨浩的身影。那一闪闪开启的黑色大门逐一闭合，霍雨浩的精神力已经接近耗尽，只能停止了亡灵天灾的输出。看着前方庞大的亡灵大军，霍雨浩也是有些心有余悸。他知道，以他现在的精神修为，身体是有些跟不上的。如果他能达到封号斗罗的级别，再施展这亡灵天灾魔法，恐怕要比任何邪魂师都更加可怕。那时候，他将会拥有一支真正近乎无边无际的亡灵大军啊！如果他能够拥有亡灵生物中的巫妖、古龙这些强者，不但能够直接将死去的生物转化为亡灵，更有着对抗高端对手的能力。这个念头在霍雨浩脑海中一闪而逝，对力量的追逐令他出现短暂的亢奋，但紧接着就是一身冷汗，因为他记起了伊莱克斯对他说过的话：这份属于亡灵的强大力量绝对不能依赖，否则
一旦亡灵大军失控，那么就真的会带给大陆生灵涂炭啊！那可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盘膝坐好，霍雨浩凝神内视，身上的魂环一个个收敛入体内。当最后那玫瑰金色和红色2个魂环收入他身体之中后，他整个人竟然变得通透起来，紧接着就那么消失在了空气之中。有形有质的精神力令他得自天梦冰蚕的100万年魂环再次进化，模拟魂技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天赋，哪怕是他现在精神力几乎耗尽，也会自然而然地保护他。亡灵大军能够做到怎样的程度，已经不是此时霍雨浩应该考虑的问题了。现在当务之急是他要尽快恢复自己的精神力，才能继续为史莱克城守住而努力。毕竟在空中也看到了西北方向的变化，但他这边也少不了他的庇护。消息通过魂兽之间传递，很快让他知道了具体情况。一时间，这位翡翠天鹅的俏脸已经变得一片苍白。这是从何而来的亡灵大军？是人类控制的吗？如果是人类，那是怎样的可怕啊？看着那一只只死去的魂兽，他心痛如绞。这次的损失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先前的预判。兽神帝天也知道史莱克难缠，所以他才在第一时间亲自出手，为的就是能够尽快解决掉史莱克城最强悍的那一部分战力。魂兽也并不是完全闭塞的，至少他们知道穆老死亡的消息。可是史莱克的底蕴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判。穆老灵魂的存在配合玄老直接封印了帝天，也就令魂兽大军群龙无首。在指挥方面只能各自为战。不仅如此，史莱克城发射出来的那些定装魂导炮弹令魂兽大军吃尽了苦头。很多魂兽甚至是高阶魂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变成了炮灰。数千枚定装魂导炮弹带给魂兽的杀伤已经远远超过了正面战场上。在星斗大森林中确实是生活着数以100万计的魂兽，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10年到100年修为的，还有一些连魂兽都算不上的。这次星斗大森林算是倾巢而出，调动的也只有不到40万只魂兽，其中10年和100年级别的就超过30万。可现在呢？现在魂兽大军还剩余多少？只有20几万了，也就是说超过40%的魂兽已经战死在战场上。这只是人类的一座城市啊！史莱克城还算不上如同各国首都那样的巨型城市，竟然就带给了星斗大森林魂兽们如此巨大的损失。其中超过10万死去的魂兽都是在定装魂导炮弹下陨灭的。现在史莱克城外面4周的平原上到处都是魂兽的尸体，有些魂环才刚刚因为时间而熄灭，新的魂环就从死去的魂兽们身上飘飞而出了。就算这场战斗胜利了又如何？还能像一开始想象中那样直接杀入人类世界，尽可能削弱人类的实力吗？已经不能了。毕竟很清楚，这场战斗就算是胜了，魂兽们也得不到太多的好处。毕竟人类世界中并没有太多值得魂兽们留恋的东西，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生存的空间而战。可是这一战后他们能怎么办？继续再战，除非是不想让星斗大森林再延续下去了，否则再战的结果只能是走向灭亡。帝天是强，但一个帝天却不可能对抗全天下。史莱克学院能有限制他的手段？难道斗罗大陆那些国家就没有了吗？所以就算是毁掉了史莱克城，星斗大森林的魂兽们也只有退回一途。当损失超过40%之后，这次兽潮就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不但没有削弱人类的实力，反而令星斗大森林万年来积蓄的力量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怎么办？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碧姬已是一片茫然，只能指挥着他的族人们释放着一个个治疗魂技，尽可能的挽救族人们的生命。亡灵大军的战斗还在继续，他们与魂兽之间的战斗就像魂兽与史莱克城的战士们一样，损失比巨大，几乎是死10个亡灵生物才能击杀一只魂兽。可那又如何呢？霍雨浩凭借自身强大的精神力，再加上死灵圣法神、亡灵天灾伊莱克斯留给他的亡灵半位面，这一次几乎是召唤出了10万中低阶的亡灵生物。如果说这些亡灵生物在正面战场上和兽潮大军直接碰撞，那么他们必定是迅速溃败的。可是现在的魂兽大军也已经战斗了2天2夜，所有强者魂兽更都在与史莱克学院那边的战斗之中腾不出手来。在这种情况下，魂兽大军能怎么办？10万的亡灵生物冲入魂兽群中，带给他们的骚乱就已经足以影响到战局了。更何况亡灵生物虽然不会配合，但哪怕是受伤了，也不会太大的影响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突入的位置又极好，一时间西方和北方的兽潮大军都出现了大范围的混乱，对史莱克城的攻势明显减弱了。援军，这是援军来了！城上的史莱克战士们可不知道，支援他们的是亡灵大军。魂兽冲击速度的减缓令他们精神大振，一时间这2段城墙的魂兽们已经被重新逼下了城头。一些腾出手的魂师们已经可以短暂的休息，恢复魂力了。
吼！震耳欲聋的怒吼声在高空中响起，半空之中，金黄色的云雾激荡，隐约能够看到一个庞大的身影在其中挣扎着。帝天虽然不能参与到下面的战斗中，但凭借着他那强大的实力，对魂兽大军的局面还是有所感应的。他也发现了不妙，开始不惜一切地冲击着玄老和穆老联手施展的饕餮封印。亡灵大军的数量开始降低了，远处不再有亡灵大军继续冲锋，他们的数量降低，可他们攻击着的魂兽大军数量也同样在降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两个方向的魂兽大军战力锐减。轰隆隆，一道道黑色电光在高空中的光云中纵横炸开，裂缝开始出现了。帝天终于要从封印中冲出来了。没错，凭借黄金树的支援，穆老和玄老确实是能够困住他3天时间的。但先前黄金树那一下群体治疗加群体驱散，消耗极大，而且帝天感受到子民们的惨状，也顾不得自己受伤，在他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击下，封印就要坚持不住了。听到了帝天的吼叫声，魂兽们总算是振奋了几分。翡翠天鹅远程和其他3大凶兽交流之后，终于下达了暂时退兵的命令。汹涌的兽潮缓缓退下，但在退出的同时，他们立刻朝着史莱克城西北方包围了过来。攘外必先安内。尽管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亡灵大军从何而来，但他们实在是太讨厌了。对史莱克城的攻击可以暂停，但这些不速之客却必须要剿灭。事实证明了亡灵生物和魂兽大军之间的差距。当4方魂兽大军合围过来之后，不过1刻钟的功夫，亡灵大军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而哪怕直到这个时候，史莱克城城头上还没有多少人看清楚他们的援军究竟是谁。魂兽退却，但却并没有退得太远。他们开始以死去的魂兽尸体为食物，恢复着自己的消耗。4大凶兽重新聚集在一起，他们甚至没有交谈，每一个都是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这场战斗，实际上他们已经输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对星斗大森林来说已经是伤了元气，尤其是在帝皇瑞兽3眼基尼死去之后，更是如此。他们都在等待帝天从封印中冲出来，唯有兽神才能真正做出决断，是攻还是撤。此时的史莱克城城头之上一片狼藉，几乎是在魂兽大军撤退的下一刻，无论是战士也好，魂师也罢，哪怕是史莱克学院的内院弟子和老师们，一个个也都是瘫倒在城头之上。一日夜的苦战对他们来说消耗实在是太大了，不只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此时此刻，史莱克城头上还能站着的人已经所剩无几，援军带来的士气伴随着魂兽的退却而消失，剩余的就是疯狂涌上的疲惫。连4大凶兽都不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再策动一次冲锋的话，说不定真的能取得不错的战果。唐门众人此时同样都是瘫软在地，包括南水水、南秋秋和叶古一在内，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各种魂兽的鲜血。事实证明，贝贝安排的战术十分合理，凭借着自身的凝聚力，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都保持着一个整体。南水水这位魂斗罗的支持，再加上叶古一和南秋秋，也成为了有力的后援。此时虽然人人带伤，但却没有一人战死。季绝尘通过这一战，已经成为了南城墙上最耀眼的明星。他那一柄审判之剑，不知道斩杀了多少魂兽。已经有很多战士和史莱克城防军的魂师们高呼着剑神。此时剑神也撑不住了，靠在城垛上大口地喘息着。但是唯有他的眼神不见疲倦，有的只是亢奋。没错，经过这一战，他对剑的理解更进一步，自身实力也又有了突破。与金子嫣确立感情之后，在他的生命中就融入了许多新的东西，而这一次他正是借着不断的战斗和危机，将这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自己的剑意之中。对他来说，这要比魂力提升更重要的多。贝贝同样在喘息着，脸上却流露着担忧之色，不时将目光投向空中。对于史莱克来说，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看，那是什么？徐三石突然勉强抬起手，朝着空中指去。众人的目光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道光影正从远处空中飞来，直奔史莱克城头上落了过来。而这道光影背后还多拽着一道闪烁着奇异图案的绿色光焰。这绿色光焰是史莱克的标记，也就是说，这从远处飞回来的是自己人。援军。一想到先前宋老高喊的声音，众人的眼睛都不禁亮了起来。史莱克城头上虽然是哀鸿遍野，但实际上魂兽的损失要比他们大的太多了。战死的魂师数量虽然不少，但总算是活下来的人更多一些。一阵奇异的精神波动落下，唐门众人都是微微一震，紧接着他们就看到那从空中飞来的身影朝着他们这边落了下来。虽然是夜晚，但因为身上带着史莱克的绿色信号，所以那飞翔的身影格外清晰。
很快他就从天而降，落上了城头，而且是正好落在唐门众人之间。宇浩看到他，唐门众人虽然都是处于极度疲惫之中，但还是忍不住同时惊喜的高呼：是的，这从天而降的可不正是霍雨浩吗？霍雨浩一边修炼恢复精神力，一边感受着史莱克城这边的变化。他的精神修为能够在斜眼暴君主宰面前逃生，实力可想而知。当他发现兽潮大军暂时退去了，立刻毫不犹豫地飞了回来。当然，他绕了一个圈子，绕开已经集中在史莱克城西北方的魂兽们，直接飞来了南城。通过精神探测，很快就找到了他最熟悉的伙伴们。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我回来了。看着躺倒在地上的伙伴们，霍雨浩的双眸一下就湿润了，但是他却并没有哭出声，而是迅速释放出精神力，探查众人的伤势情况。当他发现大家都没有大碍之后，这才松了口气，在贝贝身边坐了下来。贝贝看着霍雨浩，苦笑道：雨浩，你总算是回来了，但这一次你可真是创下了大祸啊。霍雨浩苦笑道：我知道，对不起，大师兄。徐三石道：得了，贝贝，这怎么能算是雨浩闯祸呢？他也不知道秋儿就是三眼金尼啊，难道说就该我们雨浩死不成？贝贝看着霍雨浩，轻叹道：你不该回来的。霍雨浩看着贝贝道：大师兄，我不能不回来。贝贝瞪了他一眼，道：兽潮未退，难道你就没想过应该给我们史莱克和唐门留下火种吗？霍雨浩抬头看向空中越来越大的裂缝，道：那是玄老封印了地天吗？这场兽潮之战应该要结束了的。贝贝眼中流露出几分激动之色，摇头道：不只是玄老，还有曾祖。曾祖？霍雨浩呆了呆，紧接着他就反应了过来，眸光大亮：你是说老师？他这情绪一波动，周围唐门众人顿时感觉到一股强盛的精神威压从他身上外溢而出，每个人都不禁心生摇曳。贝贝惊讶的道：雨浩，你的精神力？霍雨浩顾不得其他，赶忙在贝贝面前蹲了下来：大师兄，你刚才说是老师封印了兽神地天？贝贝点了点头，道：是啊，曾祖他老人家虽然去世了，但却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在了黄金树中。兽潮开始时，地天来攻，玄老抵挡不住，曾祖借黄金树之力和玄老一起封印了地天。老师！霍雨浩遥望高空，一直压制着的情绪终于爆发了，泪水流淌，遥对空中跪了下来。就在这时，天空之中突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剧烈轰鸣，紧接着一道巨大的金色身影就分离了出来，从空中朝着史莱克城的方向陨落而下，而整个高空瞬间变成了一片黑暗，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威压从天而降。兽神地天终究还是冲破了封印，一声声愤怒的龙吟不断响起，天空沸腾了，一片片紫色在空中燃烧沸腾。那先分离出来的金色身影重新化为人形，正是玄老。在他身边，穆老的光影若隐若现，但已经变得比当初刚出现时虚弱了许多。玄老脸色也是一片苍白，嘴角周围有着鲜明的血迹。封印超过80万年修为的金眼黑龙王，自身血脉被过度激发，玄老的消耗也是巨大的。就像地天能够感知到外界发生的一切一样，穆老、玄老也同样能够感知到。连他们也没想到，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兽潮攻势如此凶猛，史莱克城居然还能坚持下来，并且给星斗大森林带去那么大的杀伤。兽潮大军超过40%陨灭在了战场上啊！这份打击对于星斗大森林来说实在是太大了。穆老和玄老虽然为史莱克的战力而骄傲，但却都不会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这已经将星斗大森林、将兽神地天逼上了不得不血洗史莱克的路。哪怕要退，他们也不会放过给魂兽大军带去如此巨大损失的史莱克。地天的愤怒已经接近疯狂，在这种时候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聚集在西北方的魂兽大军动了，尽管他们也很疲惫，但兽神之威重现，魂兽大军在4大凶兽的指挥下再次分散开来，从西方摆开冲击阵型，就等地天一声令下。正在这时，远方突然一个个光点出现了，这些光点并不算太醒目，数量也不算太多，至少远不如霍雨浩召唤出的亡灵大军多，但是他们面对空中兽神的巨大威压，却依旧以惊人的速度飞来。尤其是飞行在最前面的一个绿色光点，简直就如同流星一般，而且这个光点越是向前疾飞，体积就变得越大，渐渐的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型的绿色火球一般，居然就那么迎着兽神威压急速而至。地天想灭史莱克，先要问问老夫是否同意。100年不见，何夕再战？浑厚的声音在空中响彻，大片的绿光弥漫于空中，居然硬生生地抵挡住了地天降下的庞大威压。听到这个声音，玄老一直紧绷的面庞终于放松了几分，
援军终于真的来了。那个声音的主人曾经令他极为厌恶，可此时此刻听起来却是那么的亲切。在斗罗大陆上，能够以一己之力挡住兽神威压的，能有几人？那声音的主人可不就是本体宗宗主，本体斗罗毒不死吗？是的，本体宗的援军到了。无论是玄老、穆老，还是史莱克学院海神阁诸位宿老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最先赶到的外援竟然会是本体宗。史莱克学院和本体宗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穆老和毒不死的兄长当年一战，对双方来说都是惨痛的记忆。穆老因此而佝偻致死，毒不死的兄长更是英年早逝。这份仇恨对双方来说，就算不是刻骨铭心，也是深刻烙印。可是，在这史莱克学院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本体宗主毒不死竟然及时赶到，这还不到2天的时间啊！就算是送消息过去，他们在第一时间出发，也未必能这么快。本体宗主毒不死在修为上比玄老还要略胜一筹，已经进入到了极限斗罗的境界。尽管他成为极限斗罗不久，论实力还要略微逊色于黑暗圣龙龙皇斗罗龙逍遥，但也是当今之世最强者之一了。已经因为冲击封印而受伤的兽神帝天，就算依旧能够战胜他，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有毒不死在，这个最大的威胁就被挡住。对于史莱克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毒不死，又是你！既然你要找死，本座就成全你！帝天愤怒的咆哮声响彻天空，黑夜之中，整个天空突然完全变成了紫色，就连毒不死释放出的绿色都无法遮蔽这些紫色光彩。大地、城池，还有城外大量魂兽的尸体，全都被映照成了同一种颜色。一个个巨大的紫色气泡就在这种情况下从高空中向下滴落，每一个气泡的直径都超过10米，散发着浓烈的紫色光雾。这些气泡覆盖了整个史莱克城的面积。史莱克城外，原本蠢蠢欲动的魂兽大军们突然在4大凶兽的带领下迅速向远处撤离开来。魂兽们居然显得很安静，原本愤怒、疯狂的咆哮声全都消失了。数十万魂兽大军在这一刻居然像是每一个都被封住了嘴一般，不敢发出丝毫声音。毒不死刚到，他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修为，再加上史莱克的强者们，至少也能震慑住帝天几分。可没想到，这位兽神居然会在第一时间就动手了。帝天的愤怒他不懂，这位兽神先前在封印之中的时候，只是能够感受到外界自己的魂兽大军损失惨重，但还并不能完全探查到损失的具体情况。之前冲破封印，他第一时间就用自己的灵识扫描了全场。当他看到那哀鸿遍野的子民们，发现超过40%的子民全都消失之后，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就像玄老和穆老判断的那样，这一战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局面。就算是兽潮退，这份血仇也必须要报。毒不死的实力，帝天当然知道，但是他心中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致，无论来的是谁，他都一样会动手，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毁灭史莱克。毒不死脸色凝重，摇身一晃，在空中化为一位身高100米的巨人。强烈的绿光在全身绽放，绿光之中隐隐透出金色光晕，看上去就像是一尊宝相庄严的神像一般。面对帝天这等大敌，他也不敢有所保留，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的本体武魂2次觉醒。恐怖的战斗力在空气中释放，毒不死做出一个双手托天之势，一道道绿色光芒从他身上释放出去，朝着空中的紫色气泡迎了过去。每一道绿色光芒都准确地找到了一个紫色气泡，同样也是覆盖全场。绿色与紫色泾渭分明，但从释放出的光晕看，帝天释放出的紫色气泡明显要超过毒不死释放出的绿芒。黑龙灭世，帝天最强大的范围型攻击，在他80多万年的生命力，这个魂技动用的次数极少。每一次施展黑龙没事，都会令帝天自身损失寿元。尽管他已经活了80多万年，但对自己的生命重视程度却要远超其他凶手。此时因为极度的愤怒，他拿出了这样的大招，可见他心中仇恨到了怎样层次。毒不死释放的绿芒也非等闲之辈，名叫死亡盛宴，乃是他的第8魂技，每一道绿芒中都包含着消融剧毒，同样也是他在群体攻击能力之中最强的一击了。绿色与紫色死亡盛宴对上黑龙灭世，双方的碰撞几乎在下一刻就全面展开了。紫色气泡出奇的脆弱，和绿芒只是稍一碰触，立刻就爆了开来。但是爆开的紫色气泡却化为了无数小气泡，加速向下陨落，就像是转化成了一场气泡之雨似的。绿芒接触后，同样出现变化，化为了一个个绿色的漩涡，强大的消融腐蚀之力瞬间向外扩散。不少细小的紫色气泡都被绿色吞噬，但在吞噬的过程中，那绿芒也是迅速陨灭。这完全是实力与实力的碰撞，没有半点花哨。绿色终究还是被紫色渐渐扑灭，依旧有超过1/3的紫色从天而降，落向史莱克城内。一道道光芒从史莱克城中撑起，
尽可能的去抵挡那些紫色气泡。出手的全都是史莱克学院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但是那些紫色气泡却是极其霸道。剧烈的轰鸣声几乎响彻在史莱克城的每一个角落，闷哼声从不同的方向不断响起。就是这一击，至少有6、7位消耗巨大的封号斗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这就是兽神惊艳黑龙王帝天的实力。半空中承受了最大冲击力的独不死也是脸色难看，闷哼一声，拔身而起，朝着帝天冲去，与兽神站在一处。